你们不是说你会诅咒吗？你马上就会摔倒，还会摔破鼻子，还会摔掉2颗牙。妈妈，是他在诅咒，他是灾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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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灾星。夫人，这个地方也太偏僻了吧，连车都开不进来。那位姓徐的老中医怎么住这种地方？住哪里不重要，都说他治疗烧伤很厉害，能请他把我儿子的烧伤治好才是最重要的。灾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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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灾星。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小朋友，你没事吧？别碰他，他会诅咒你。别碰他，他会诅咒你。什么诅咒？你们都是小孩子，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你没事吧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这个阿姨好温柔，她不怕我，也不嫌弃我。我叫悠悠。悠悠，真好听。奇怪，这孩子怎么让我觉得这么亲近？夫人，小少爷烧伤要紧，我们还是先找那位老中医吧。你们在找我爷爷吗？老中医是你爷爷吗？太好了，他在哪儿？悠悠，你能带我去找他吗？找不到了，早在半年前，他爷爷就被他给害死了。害人的灾星，害人的灾星，害人的灾星，害人的灾星。你们干什么？灾星，灾星。干什么？都住手！夫人。不痛不痛，伤口马上就好。悠悠，别担心，你告诉阿姨，你爷爷他真的不在了吗？夫人，现在怎么样？少爷的烧伤除了那位老中医，恐怕没人治得好。再想想其他办法吧。夫人，你额头……奇怪，没有伤，也不痛了。刚才是错觉吗？下诅咒的灾星在哪儿？那个下诅咒的灾星在哪儿？那个下诅咒的灾星在哪儿？臭丫头，还敢下诅咒害我儿子摔倒！看我不打死你！你要干什么？外乡人别多管闲事，这丫头就是灾星，你碰了她，她就会给你下诅咒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什么诅咒不诅咒的？悠悠不过是一个小孩子，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她？你懂个屁！这灾星谁碰到谁倒霉。之前他抓着老张头诅咒人家要摔断腿，果然腿摔断了，还有小儿媳妇诅咒人家难产，最后孩子没生出来。没错，他就是个灾星，我的宝宝就是因为他才没有的。就是灾星，不仅害别人，连他爷爷都害，下诅咒说老中医会出车祸，结果第2天连车带人都翻山沟里去了，现在连尸体都找不到。不是我跟爷爷说了不能开车，是爷爷不信我才出了意外，我也不想让爷爷离开我。悠悠，不哭不哭，你们说的这些不过是巧合而已，怎么能把这些事怪在一个小孩子身上？呸！什么巧合？就是他下的诅咒。死丫头，你还有脸哭？就是因为你这个祸害，害了我们整个村子。老中医对你多好，你还害死他！灾星，滚出我们村子！滚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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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灾星，灾星，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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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下诅咒，我不是灾星，滚出去！为什么看着他哭，我心里会这么难受？悠悠，不是，你不是灾星。滚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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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悠悠，滚出去！阿姨带你回家好不好？他们不要你，阿姨要你，你跟阿姨回家好不好？
夫人，您回来了。悠悠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这个房子又大又漂亮，我也能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吗？悠悠，干嘛这么拘谨呀？你先去洗澡换衣服，家里只有我跟我儿子。晚一点，阿姨带你去见他，好不好？夫人从哪儿带回来的小乞丐？真是什么人都能随随便便进入陆家的大门啊！我妈带回来一个小女孩。是的，少爷，我已经打听过了，那个丫头是从乡下来的，就是个灾星。不知道夫人怎么想的，竟然把她给带回来。灾星也比我这种没脸见人的废物强，她怕是早就不想要我了，才把她领回来。行了，少爷，先给你吃药吧。夫人也真是的，回来也不说先来看你，一直在照顾那个野丫头，不知道吧？还以为那个野丫头才是亲生的。悠悠，你好漂亮啊！之前没注意，这脸长得跟我儿子还有些像，可惜我儿子的脸。悠悠，等一下阿姨带你去见哥哥，你不要一直盯着他的脸看好不好？阿姨长得这么漂亮，哥哥一定也很漂亮，为什么不能看他的脸？之野，你在干什么？让他滚出去！看什么看？我的脸都被火烧毁了，又丑又吓人，连你个灾星都嫌弃我是不是？之野，悠悠只是第一次见你，有些意外。悠悠，他就是哥哥，叫之野。原来阿姨之前去村子找爷爷，是为了给哥哥治烧伤。谁是他哥哥？他就是个灾星。之野，是谁告诉你灾星的？你跟悠悠道歉。夫人，你也别怪少爷，少爷现在正是需要人关心的时候，您却带了个别的孩子回来，一点都不考虑少爷的感受，还逼着少爷给他道歉，有你这样当妈的吗？之野，妈妈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才不要你的关心，你就觉得我的脸治不好了，这辈子都没法见人了，才领个别人的小孩回来，宁愿要他也不愿意要我。之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妈妈呢？你是妈妈的孩子，妈妈怎么可能不要你？反正我的脸都根本治不好了，也只会给陆家丢脸。现在这么好，你去给他当妈妈吧。之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妈妈？阿姨，小鱼，小鱼，别死掉！难道我说的有错吗？我这辈子都是个没脸见人的丑八怪，你就是想抛弃我，才把他领回来的。哥哥，阿姨从来没有放弃过你，她就是为了你，专门跑到偏远村子找我爷爷给你治疗，而且你的脸很快就能治好了。住手！你干什么呢？夫人，我听说他会给人下咒，可别让他害了少爷啊！彤姐，你别胡说，悠悠怎么可能会下咒？阿姨，哥哥的脸能治好。悠悠，你怎么能这么肯定？一定是你爷爷教了你治疗烧伤的办法，对不对？我没学过，我爷爷没教过我。夫人，你相信他，你还不如相信有奇迹发生。少爷的脸突然自己好了呢。像这种乡下来的没有父母教养的孩子，我见多了。他就是想哗众取宠，想要争夺你对少爷的关心，好让您关注他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让哥哥的脸好起来。你想有什么用？好起来是你一句话的事儿吗？多少医生都说没有办法。夫人，您瞧，他就是故意说这种话，给少爷希望，又在少爷的伤口上撒盐。彤姐，悠悠只是关心之言，我看在你在家里工作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。以后
不许这样说，悠悠。夫人，你怎么能偏心这来路不明的野丫头？这种人不知道在外面沾染了多少坏习惯，放在家里就是个祸害呀！阿姨，哥哥的脸真的能治好？哥哥，你的脸马上就能痊愈，相信我。够了！够了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那么多医生都说治不好，你一句话就能治好吗？之言，悠悠只是关心你啊。夫人，你别被这心机的丫头给骗了。什么好心？我看嘲笑还差不多。明知道少爷的脸治不好，还故意说这种话。我没有，哥哥的脸已经好了。不信，你们揭开纱布看看。臭丫头，你想干什么？少爷的脸做过手术不能动，你想让少爷的脸伤痕加重啊？悠悠，哥哥脸上纱布不能摘。夫人，你还这么好心干什么？这丫头刚过来就想伤害少爷，根本就是不安好心，根本就不配待在陆家。阿姨，哥哥的脸真的好了，不信你揭开纱布看看。你还敢胡说八道？夫人，这家都不能留他，现在都敢伤害少爷，指不定以后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。够了，夫人，你为了这个来路不明的野丫头，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顾了吗？这个丫头连亲生父母都不要她，就是个灾星。要我说，真的把她赶出去啊！真的把她赶出去！你要干什么？悠悠，妈妈，之言，你的脸好了。哥哥，你看，我的脸，我的脸，妈妈，我的脸！太好了，老天爷保佑，一定是少爷积极配合治疗，好好吃药他才好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之言，我们要感谢悠悠，要不是悠悠的话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么快恢复了。谢谢悠悠，还有妈妈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刚才对你们说了过分的话。没关系的，哥哥，悠悠不会怪你，阿姨更不会。之言，我们现在打电话给爸爸，他要是知道你脸好了，肯定很开心。大哥，爸怕是没剩下几天了吧？咱们也得想想这陆家的财产怎么分吧。我和妈陪爸的时间最久，就拿80%，不过分吧？哼，你别忘了，公司是由爸和我妈生前创立的，就算要分，你们也只能分到20%。陆征，你别太过分，都是一个爸生的，就算是同父异母，这陆家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。陆潇，你是不是忘了，爸病重前在董事会上宣布过，公司由我代为管理，现在公司所有的事都由我说了算。喂，老婆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好，我马上回来。妈的！老头儿，凭什么？都是你的儿子，你让陆征代管陆氏，你还这么偏心他？就因为他是你原配老婆生的？我妈是怕做了保姆是吗？啊！
生，陆家的财产你想独吞，那就别怪我让你们一家子先下去。给老头子开路！喂，有件事要你办。悠悠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，以后天天买给你吃。悠悠，还有什么喜欢的，都告诉哥哥，哥哥会给你买。谢谢哥哥，谢谢阿姨。有家人的感觉真好，要是阿姨和哥哥能一直在我身边就好了。悠悠，你还没见过爸爸吧？爸爸一会儿就回来。你这么可爱，爸爸一定会喜欢你的。悠悠，悠悠，你怎么了？师爷，云舒，爸爸，师爷，你脸上的伤真的好了？看起来是好了，但还是得去医院复查一下。啊，对对，要复查。我已经联系好专家了，咱们现在就出发。等等，这个是悠悠，我跟你说过的。这孩子怎么看起来这么亲切？这眉眼倒是跟我们陆家人有点像。你就是悠悠啊？听说你还是个小福星，以后呢，就把这里当成自己家里啊。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叔叔跟阿姨和哥哥一样，都是很好的人。我终于也能有属于自己的家人了吗？啊，对了，云舒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带枝野去医院复查一下，不然我不放心。行，悠悠，你一个人在家乖乖待着，我们很快就回来。走。叔叔，系好安全带。怎么了，悠悠？你别害怕了，我们就去趟医院，很快就回来了。悠悠，叔叔开车很快的，我们很快就能回来。不行，他们对我这么好，不能让他们出事，必须要救他们。你们不能去。悠悠，你可以告诉叔叔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吗？如果告诉他们汽车会爆炸，他们一定不信。要是他们像村民一样，觉得我是下周的灾星，我不要了。总之，你们就是不能去，不能开车。死丫头，还真是会用这些小手段得到先生和夫人的关注。先生、夫人，少爷复查要紧，别让这个丫头耽误了您的时间呀。放开！这个小丫头就是太过于依赖你们了，你们也别对她太过于纵容，到时候就把她惯坏了呀。悠悠，哥哥回来给你带礼物好不好？你就在家乖乖的跟着童姨，他会照顾你的。哥哥，爸爸妈妈，我们走吧。别走！叔叔阿姨，哥哥。老公，我还是有点担心悠悠。他刚回来，可能太黏你了。放心，我们很快就回来。走。你个万人嫌的灾星，真以为你是陆家大小姐，所有人都要围着你转啊！你给我过来！放开我！你给我过来！这
天了下去，阿姨他们会出事儿的，不行，一定要阻止！你放手，我可是灾星，你要是再不放手的话，我就诅咒你！你系好安全带。悠悠，悠悠，悠悠，怎么了？阿姨，你快离这个车远一点，有危险，不能靠近这个车。悠悠，你干嘛？夫人，这野丫头疯疯癫癫的，根本就不听话，管不了一点儿。叔叔，快下车！悠悠，下车！哥哥下车，快下车！你看他，悠悠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走开，快走开！你这个野丫头，现在都敢推少爷，少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担待得起吗你？你放开我！叔叔，叔叔快下车！叔叔！妈妈，妈妈，车底！老公，快下车！车底着火了！你们快走，快离开！夫人别过去，别去！妈妈，悠悠，你过来干什么？这里不安全，你快走！悠悠，你这里才有的家人，我不能失去，我一定要救叔叔。悠悠，悠悠，去医院！张院长都亲自检查过了，悠悠就是受到了惊吓，你们不用担心。悠悠，悠悠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？悠悠别怕，这是我们陆家的私人医院，你哪里难受就说，哥哥带你全部检查一遍。叔叔，阿姨，哥哥，太好了，他们都没事。没事就好。这次啊，多亏了悠悠让我们下车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全家都得遭殃。悠悠真是我们全家的小福星。悠悠，你是怎么料到爸爸的车会爆炸的？如果我说了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灾星？我只是看到叔叔的车漏油了，人说车漏油很危险的。悠悠真聪明，老婆，悠悠还要住几天，你回去拿点换洗的衣服。爸爸，爷爷不是也在这儿住院吗？我们带悠悠去看爷爷吧。爷爷7个人都没死，你就是这么办事的吧？啊，废物！够了，下去吧。啊，你大哥陆征的车是你动的手脚，你想杀了他们一家，你怎么这么冲动啊？要是被陆征查出来了怎么办？哎呀妈，他查不出来，
我做的很隐蔽，就算再怎么查，也都是意外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不过这他都没死，真是命大。行了，收收你的眼神吧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想干什么是吧？陆征没那么好对付，你想要你爸的财产，也不一定非要让陆征死啊。还有更直接的办法。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老爷子什么时候立的遗嘱啊？还要把所有财产都给我？哼，妈，这遗嘱不会是你伪造的吧？闭嘴！什么伪造？上面有老爷子的印章和公证，我没说它是真的，它就是真的，就连陆征也没有办法否认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只要老头一咽气，这遗嘱立即生效，对吧？老头儿，这你可怪不得我了。谁让你总是偏心大哥呢？下辈子咱别做父子了。不对，这个要走这边。志言，悠悠还要休息呢，你别总是打扰她。哦，爸爸，我们带悠悠去看爷爷吧。什么时候去啊？陆总，不好了，老爷子病危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什么？哎呀，老爷子，你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事啊！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不活了。妈，哥哥，他们是谁啊？那是爸爸的后妈，也是我们的后奶奶。另一个是他的儿子，不过我们家跟他们家关系并不好。志言，悠悠身体还没恢复，需要休息，带她回病房去。大哥，这丫头是谁啊？哪儿来的小野种？爸在里面抢救呢，你还有心思关心别人？你把嘴巴放干净点，不会说话就别说。张院长，陆总，老爷的情况不太好啊，心脏严重缺氧。目前我们准备了2套方案，一种呢是保守治疗，但是最多只能维持半个月啊。半个月。另一种呢？另一种呢是换人工心脏，但换人工心脏恢复健康的概率是50%。如果失败的话，老爷子可能就……陆总，你还是考虑清楚。不行，人工心脏不能换，50%的概率，这不是拿爸的命在赌吗？谁能保证手术一定成功？就是啊，老爷子年纪这么大了，换心脏这么大的手术，这不是折腾他吗？他哪受得了这种罪啊！爸爸，我不想让爷爷死，你一定要救爷爷，给爷爷换心脏，爷爷就能醒过来了。臭小子，院长都说了，只有50%的概率，你懂什么叫50%吗？搞不好啊，你爷爷今天晚上就死了。就算不换人工心脏，也只能活半个月，为什么不试一试呢？我们陆家的事儿轮得到你？陆家我做主。张院长，给老爷子换人工心脏。陆征，你是想要爸死吗？人工心脏不能换，即便50%的概率也不能有，老头子必须死。我说了，陆家我做主，离开！陆征，不许伤害我爸爸！臭小子！师爷，悠悠，悠悠，臭丫头，找死吧！都别吵了，陆潇他也是担心老爷子，毕竟这么大的事情，出了问题谁来负责？出任何问题我来负责。张院长，准备手术吧。
好，陆总，正好我们实验室有一颗现成的人工心脏，我现在就派人去取。实验室有人要毁了人工心脏，是谁？去实验室毁了人工心脏，快去！悠悠，你怎么了？哥哥，有人要毁了人工心脏。走。就是这儿。你是谁？你是陆家少爷吧？我是这里的医生。我们陆家私人医院所有保险柜的密码我都知道，人工心脏就在这儿。别动！小少爷，人工心脏是很重要的，除了医生，其他人不能碰。我正好要拿去手术室，让我来吧。等等，你说你是医生，为什么不穿白大褂？这不重要，把它给我。哥哥，他不是医生，他是坏人。有人要毁了人工心脏。滚开！悠悠，陆总，我已经派人去取了，就在路上，你稍安勿躁。等着吧，到天黑他也来不了。老头子只有死路一条。给我！悠悠，快跑！告诉我，到底是谁让你来的？你为什么要毁了人工心脏？滚开！等等，我爸爸叫陆征，是这个医院的投资人。你要摔了他，我爸不会放过你的。不要！人工心脏一毁，接下来该准备老头子后事了。他的遗产只能是我的。空呢？哦，哥哥，快跑！给我站住！Oh no！ 不好了，院长，人工心脏不见了。啊！怎么回事？人工心脏怎么会不见呢？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说丢就丢了呢？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去找！陆总，你别着急，肯定会找回来的，你放心。张院长，你们怎么做事的？这么重要的东西都看不好，这找到什么时候？老爷子还躺在手术室等着救命呢。就是，赶紧给我个准话，到底什么时候能找到？老爷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谁来负这个责任呢？吵什么吵？现在不是在想办法吗？还想什么办法？人工心脏找不到，还不选择保守治疗？爸已经等不了了。
保守治疗还能活半个月，现在呢，这个手术室都出不来。就是啊，老爷子年龄都这么大了，你拖1秒钟，他就多1秒钟危险。人工心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回来呢。不保守治疗，你现在就是要了老爷子的命啊你！滚开！陆征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大哥，可是你说的，陆家你做主，现在你一直拖着，爸就是你害死的。有本事你就一直拖，拖死了老头正好，反正我遗嘱都准备好，老头一死，财产都是我的。陆总，这人工心脏还没找到，这时间真的来不及了。保守治疗，爸只能活半个月，难道真的只有这个办法了吗？陆总，我知道了。人工心脏在这儿！人工心脏在这儿！怎么可能？哎呀，小心别跑那么快，小心点儿！悠悠，你没事吧？这可是唯一的人工心脏啊！好你个臭丫头啊！都跟你说了，让你小心点，小心点！抱着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跑什么跑啊？现在好了，这么重要的东西被你给毁了。叔叔，别怕，没事，叔叔在啊。这是哪儿来的臭丫头啊？还有，谁让他拿人工心脏的？哼，大哥，不会是你吧？现在救不了爸，这个责任谁担？不怪悠悠，我们只是想保护人工心脏。刚才有人……闭嘴！大哥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孩子啊！爸在里面危在旦夕，他们两个，一个就知道捣乱，一个就知道狡辩，救不了爸，就是你们一家害的。闭嘴！我家人还轮不到你来指责。张院长，准备保守治疗。不行了，被人撑不住了。拔了老头子的氧气管，他今天必须死，财产只能是我的。陆正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办法。好啊，大哥，要不是你一直拖着，这丫头又摔坏人工心脏，也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。你们要害死爸妈？这跟悠悠没关系，所有事情我来承担。你担有什么用啊？啊，陆征，你爸要是死了，就是你害的，你承担责任，能把他救活吗？叔叔，我能救爷爷，我能救。臭丫头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胡说？想捣乱吗？我没捣乱，我真的能救。哎，悠悠，哎，臭丫头，这地方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吗？给我出来！悠悠，叔叔带你出去。叔叔，我真的能救爷爷，相信我。爸爸，我脸上的伤也是悠悠来我们家之后才好的，说不定悠悠真的有福运能救人。哼，什么福运啊？救人要靠不切实际的福运吗？刚才他就把人工心脏给摔了，现在又想惹事，你究竟安的什么心呢你？给我出来！哎，放开悠悠！陆正，你想看着他把爸害死吗？叔叔，就让我试试，我真的可以救爷爷的。你就行了就？你以为你是神仙啊？给我出来！陆萧！爷爷，快醒醒！爷爷，爸！啊？怎么可能？病人没心跳了，别捣乱，走开！爸爸，爷爷不会有什么事吧？怎么不会呀？你爷爷心跳都没有了，都怪这个臭丫头，她耽误医生治疗。
陆征，都是因为你，纵容这个来历不明的丫头，把爸给害死了。爸在天有灵，死也不会瞑目。爷爷没有死，爷爷马上就醒。臭丫头，你还敢胡说！哼，我告诉你，我爸今天不在了，你就是杀人凶手。你们别吵了，要吵出去吵。院长，不行了，病人完全没有生命体征了。陆总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老爷子他……哎呀，老爷子，你就这么走了，让我怎么活呀？哎呀，陆征，都是因为你，是你给爸害死的，是你！没人会知道是我拔了老头子的氧气管。陆征，害死老爷子的责任你担，陆家的财产归我，很公平。爷爷还没死，爷爷快醒过来，醒过来！刚才你就在这儿捣乱，现在人都死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放手！臭丫头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放开悠悠！陆征，你这个不孝子，你就纵容他祸国你爸的遗体吗？放手！不要，爷爷马上就会醒。这什么情况？啊！爷爷，是爷爷醒了。爷爷，是我的宝贝孙女楠楠吗？我的楠楠回来了。行吗？老公，怎么办啊？听说爸病危了。没事，已经抢救过来了。悠悠真的是个有福运的孩子。没想到老爷子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够好转。不过现在他的心脏还是存在危险啊，最好不要再受到任何刺激，否则可能回天乏术啊。哎，对了，还有件事，他在病房一直在念叨孙女，我估计啊，这是他产生求生意志的根源。我建议陆总让女儿多陪陪老爷子，这样呀，有助于他的康复。悠悠不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的女儿一出生就走丢了。老爷子一直想找回孙女，已经成了他的心病了。抱歉，老公，怎么办？爸想见楠楠，我们要去哪里找啊？我的楠楠。没事了，没事了啊，有办法的。悠悠，你过来。悠悠，叔叔想请你帮一个忙，你愿不愿意啊？该死的！妈，这老头子怎么要醒了？我嘴清楚，不能用啊！爸，你醒了。哎呀，老爷子，你可算醒了，你都不知道啊，陆萧啊，在您身边陪了多久？爸，来，我扶您起来啊！楠楠，我的孙女楠楠在哪儿？孙女就是孙女，上辈子就你的命了。哎呀，爸，您都忘了吗？您的孙女啊，早丢了，找不回来了。爸！陆正，我的楠楠在哪儿？你不是说要把她找回来吗？爸，你先别急，您孙女我已经找回来了。悠悠，快过来！她真是我的孙女儿。爸，这是您孙女，是我女儿，悠悠，也是我跟云舒啊这段时间找回来的。哎呦，楠楠，宝贝孙女儿，爷爷终于又见到你了。悠悠，为了爷爷的身体健康，叔叔想请你帮个忙，假扮叔叔和阿姨的女儿，好不好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是大哥的女儿。爸，你好好看清楚了，不能随便认个丫头是自己孙女儿啊！陆萧，
你想干什么？你想让爸故意难受，刺激他是吧？我们自己女儿我还不认识吗？悠悠是我们的宝贝女儿，我们作为父母的怎么会认错？悠悠就是我的妹妹。哎呀，老爷子，那陆萧也是为您好，怕您认错。这再说了，陆征的女儿都丢了这么多年没找回来，这哪有这么巧？您这刚一醒就找回来的？就是，明摆着是大哥在骗您的，随便找了个人，冒充是您孙女儿。冒充？爷爷，悠悠真的不是我孙女吗？可她明明跟陆征，跟我陆家人长得这么像。哎，悠悠，爷爷的宝贝孙女儿。不是，爸，您是老糊涂了吗？大哥在骗您呢。闭嘴！大哥为什么要骗我？再说了，他要敢骗我，我打断他的腿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，你不就是怕我把孙女认回来了，给她分财产吗？我还告诉你，我就是要分1半的财产给悠悠，我要好好的弥补她。死老头子，就知道你活着没好事儿，早知道之前就该直接弄死你。爷爷，悠悠不要财产，悠悠只想让你健健康康的呀。爷爷，我也不要财产，我只想你健康长寿。哎，你们是爷爷的好孙子和好孙女，但是你们不要，爷爷可不舍得不给呀。陆征，等我出院以后，办一个认亲宴，我要告诉所有人，我的宝贝孙女找回来了。同时，我还要公布财产的划分，把悠悠这10年失去的都给她补回来。好。哎呀，是该好好补偿。这些年，悠悠在外边一定吃了不少的苦，这以后啊，就是咱们陆家的掌上明珠了。没错，以后谁都不能再让我的宝贝孙女吃苦了。妈，你这怎么还帮他们说话？你不会真以为那丫头是他们的女儿吧？怎么可能？当年陆征的女儿一出生，我就命人把她给丢了，并且保证死在外面永远找不回来。怎么可能会是那个臭丫头？我看陆征啊，就是想利用这丫头骗老爷子财产。哼，以前我以为他多清高呢，不屑跟我争，现在看来他是真卑鄙啊！外面找个野种都能说是自己的。行了，没有证据，说什么老爷子也不会信。拿着，去给陆征做个亲子鉴定。这是啊，那丫头的头发。他们不是要办认亲宴吗？那我们就当场拆穿。到时候，一个利用野种骗财产，身败名裂；一个受不了自己有个3长2短，那财产不还是归你吗？妈，还是您厉害。恭喜陆老爷子出院，还找回了亲孙女。恭喜陆老爷子！恭喜陆老爷子！谢谢大家了。我听说老爷子身体不太好，他们家老大家把弄丢的女儿给找回来了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说不定是他们豪门兄弟分财产的把戏呢，多个人多分点财产呗。悠悠，你怎么了？是不喜欢这种场合吗？不是的，阿姨，我只是觉得冒充爷爷的亲孙女会让爷爷伤心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不是悠悠的错，是叔叔让你这么做的，有错呢也是叔叔的错。再说了，我们都是为了爷爷的身体健康，不是吗？有时候善意的谎言不是欺骗，而是守护。阿健，爸爸有花粉。怎么回事？我都跟工作人员说过了，咱们家有遗传性花粉过敏，怎么还摆那么多花？行了，先走。
悠悠，原来你跟我和爸爸一样都花粉过敏啊。咱们果然是亲生一家人。走吧。这花粉过敏是陆家遗传的，怎么悠悠也有？这也太巧了。我的宝贝亲孙女怎么还没来啊？来了，哎，来了来了，那边。这就是陆老爷子的亲孙女，这气势一看就是大家千金。之前还怀疑是假的，这模样简直跟陆总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分明就是一家人。狗屁的一家人！妈，我都查过了，这丫头啊，就是他们从村里随便找的孤儿。亲子鉴定马上就送来，等会儿就有好戏看。悠悠，来爷爷这里来，快，爷爷抱抱。哎呀，悠悠，恭喜爷爷出院，悠悠祝您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哎呀，好，爷爷就活他个长命百岁，陪悠悠一块长大，好不好？爷爷，悠悠现在没钱买贺礼。哦，等悠悠赚了钱，要给爷爷买好多礼物，让爷爷天天开心。爷爷不要礼物，悠悠就是爷爷最好的礼物。只要悠悠回到了爷爷身边，爷爷天天就能开心。我没见过老爷子这么开心过，看来他真的很喜欢这个亲孙女。诸位，想必大家都知道6年前我陆家丢孩子的事儿。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宣布，我儿子陆征的亲闺女，我陆卫东的亲孙女找回来了。恭喜陆老爷子，恭喜陆总，恭喜陆总和夫人，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陆征，你就笑了？我看亲子鉴定送过来，你还能笑多久？院长，之前陆二少爷让做的亲子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，你看。之前那个叫悠悠的女孩，真的是陆总女儿。快去告诉陆总，告诉老爷子。现在去。一个瓶子能卖4分钱，多卖一些就能给爷爷买贺礼了。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他在干什么？不会是捡垃圾吧？就是啊，这在干什么啊？这是在捡垃圾吗？这孩子拿瓶子干什么？我的天哪，这孩子居然捡垃圾，这太可怜了吧！叔叔阿姨，我是不是给你们丢脸了？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是阿姨的宝贝女儿，怎么会呢？悠悠，没关系，这场宴会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果然是乡下。悠悠还想要什么瓶子？哥哥跟你一起捡。真会演啊！还在这装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呢。爸，我看呀，陆家可没这种贪小便宜的基因吧？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居然捡垃圾丢陆家的脸，哎呀，您可得看清楚了。说的对啊，这丫头啊，怕不是陆家的种。为什么捡瓶子？我想捡瓶子来赚钱，给爷爷买贺礼。以前我都是这么赚钱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真是我的好孙女儿，好孩子啊！都怪爷爷没有早点把你找回来，让你受苦了。放心，以后永远不会了。
我宣布，我陆卫东名下70%的财产，以后都给我的孙女悠悠所有了。爸，我知道你有意见，有本事也像你大哥一样闯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来啊！我别整天老惦记我那些东西。我告诉你，我那些东西只留给我的孙子和孙女。爸，你不能这样做呀！我怎么做不用你教。好，爸，本来我看在你身体不好的份上，有些话我不愿说。你听好了，这丫头根本就不是您的孙女，是大哥随便找的野种来骗您财产的。陆萧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胡说？爸，您见大哥拿过亲子鉴定吗？认孩子这么大的事儿，光凭大哥一张嘴，他说什么您就信什么。这丫头啊，根本就不是他亲生的。老爷子，陆萧也是为了陆家着想，怕您被骗的。毕竟这么大的事情，总得先确定好啊，省得有人为了财产不择手段。没错，大哥不敢带他做亲子鉴定，放心，爸，我敢呐，我替他做。我已经拿着丫头的头发跟大哥做了亲子鉴定，结果马上就送过来。阿姨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，被他们给看出来了？没有的，悠悠。老爷子宴会厅在哪？赶紧带我去。哦，这边。陆萧，谁让你私自去做鉴定的？这怎么，大哥您真是心虚了呀？他要真是你孩子，你怕个屁呀！陆征，我问你，悠悠确定是我孙女吗？爸，陆征，你别说话。陆征，我再问你一次，悠悠到底是不是你的女儿？是不是我的孙女？悠悠别怕。爸，您身体要紧，这个事情……哎，爸，爷爷，爸，老爷子，你看到了吧？他都不敢正面回答您的问题，说明他就是在骗您呢。陆征啊，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怎么能随便找个野丫头冒充是我们陆家人啊？还能是因为什么？当然是利用这个小野种骗爸的财产了。嘿，大哥，您可真是什么事你都干得出来啊！你们俩给我闭嘴！你闭嘴！陆征啊，陆征，你也太让我失望了。没想到你为了我那点家产，竟然做出这种事儿。爸，不是这样的，爸，你听我说，大哥，你就别狡辩了，鉴定报告马上就送过，我看你到时候还怎么撒谎。鉴定结果出来了，爸，给，这就是那个鉴定报告。对。爸，你这还等什么呢？快看呐！是啊，老爷子，你还在犹豫什么呢？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陆征他们两口子为了财产，找一个野种冒充您的亲孙女吗？爸，您听我说。哎呀，大哥，你怎么这么爱狡辩？早知如此，你何必当初呢？哼，真当爸是傻子，认不清谁是自己孙女是吧？啊！爷爷，悠悠真的不是我孙女吗？可她明明跟陆征，跟我陆家人长得这么像。臭丫头，谁是你爷爷？你可别乱叫啊！爸，您可千万不能让她叫两声您就心软了。这丫头啊，和大哥合起伙来骗您，坏得很呐！是啊，老爷子，咱们陆家的血脉可不能就这样被外人混淆啊！爸，你不看是吧？哎，我替你看。嘿嘿。哎呀，怎么会？哦，哦，
是我亲孙女，是我亲孙女，悠悠是我的亲孙女啊！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是？什么不可能？报告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我不认字吗？难道你们觉得这报告作假了吗？不，绝对不可能是假的。老爷子，请您相信我，这报告是我从头到尾盯着做的。报告一出，我就赶紧送过来了。既然结果已经认定了，那悠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。爸，抱歉，刚刚陆骁一口咬定悠悠不是你的亲孙女，我也没机会跟你解释。哎呀，不怪你，不怪你。悠悠，今天你想吃什么好吃的，想玩什么好玩的，随便你挑。走，爷带你去。哎，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亲子鉴定上写的悠悠是亲生的？老公，怎么了？我记得陆骁之前不是一直质疑悠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这几天却很安静，没找我们试，估计会在宴会上做什么。那怎么办？他要做什么，我大概都能知道，大不了就是用亲子鉴定证明悠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放心，交给我。陆总，你有什么吩咐？是。老爷子宴会厅在哪儿？赶紧带我去。这边。先生，对不起。赶紧带我去。老公，幸好你提前把亲子鉴定给换了。不过，既然是张院长做的报告，那他知道结果。可是刚才为什么？陆总，陆夫人，恭喜你们找回女儿呀！谢谢张主任。哦，对了，张主任，我正想问问你，刚才……陆总，我这医院有点急事儿，我先告辞了。老公，既然没有什么事，那等改天我们再去找张院长。你看，老爷子笑得多开心。明明是个假货，还这么招老头子喜欢。哼，他现在就认定了悠悠是他的亲孙女，当然喜欢了。你忘了，当年陆征的女儿，他的亲孙女出生的时候，他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呢，还放话说以后的家产都让自己的孙女继承。当然，要不然咱们也不会想办法把那丫头给扔了。哎，妈，您还记得当年是谁办的这事吗？确定那丫头死在外边，回不来了吧？老夫人，您找我。别紧张，腾姐，找你来是想问一下关于几年前的事情。您说，当年陆征的女儿出生刚不久，我就让你把她偷偷带出去扔了，并且保证她永远不会回来。这事儿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您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哼，前不久陆征把他女儿悠悠给找回来了，还拿着亲子鉴定。你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啊！当年那个丫头是我亲自丢到山里的，那时候大冬天下着雪，还是大晚上的，我保证她根本活不了。那为什么那个叫悠悠的会成为陆征的女儿呢？悠悠？不可能，老夫人，绝对不可能的。那个叫悠悠的，就是苏云说不久前去村上找一个什么村医，没找着，顺便带回来的。
不过说来也奇怪，那个丫头刚来，小少爷的脸上的烧伤就好了，可明明前一天晚上，我看她的烧伤还很严重。是吗？对，还有陆先生的车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发生了爆炸，也是那个丫头跑过去把他们给拉回来，才避免发生了灾难的。原来是她！妈的，原来是这个丫头坏我好事儿！要不是她，陆正一家早就死。哎妈，你说这丫头不会真有点什么邪门的事在身上吧？老爷子那儿也是，本来都快死的人了，哎，还说两句话，还真就活过来了。哪有这么玄乎？之前陆之野这小子也说过，这丫头可能是有点福气带在身上，但那只不过是巧合罢了。老夫人，那丫头有什么福气？她根本就是个灾星。我听说她还会什么诅咒，说什么应验什么啊？说什么应验什么？行了，这话你也信？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了，你先出去吧。记住，想要在陆家继续做下去，几年前的事情别告诉任何人。是。你还在这瞎想什么？你不会真觉得那丫头说的话能应验吧？不是妈，我就是觉得太奇怪了。哎呀，别在这奇怪了，想想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吧。现在老爷子就认定了悠悠是他的亲孙女，还要把财产给他。你现在就算是拿着亲子报告去找，他也不会信了。真，都是因为他，这一切都是他算计好的。那丫头的财产还不是到他手上。别着急呀，就算老爷子已经宣布要把70%的财产给他，那也得等老爷子不在了之后，这财产划分才能生效，不是？那怎么办？我们就这么等着。老头身体那个样，说不定哪天他就死了，到时候他们顺利继承财产，咱们坐以待毙嘛。谁说我们要坐以待毙了？啊！让那丫头给他下毒？你小点声！不是，妈，何必那么麻烦？要毒死老头，我派人去干不就行了？之前又不是没做过。谁说要毒死他？只是中毒，还得让他再活一段时间。你想想啊，如果是这个丫头动手，那大家会觉得这幕后指使人是谁？陆征。没错，我们就是也要让老头子也这样想。陆征等不及老爷子咽气，就利用这丫头下毒害死他。你觉得到时候老爷子还会把财产分给他吗？哦，明白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我这身体好好的，我住什么医院呢？你们怎么又把我弄到这儿来了？爸。您上次着急出院去办什么认亲宴就已经很勉强了，这次在宴会上情绪激动，医生的建议啊，还是多住院观察一下。观察什么呀？观察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能不清楚吗？爸，您身体最重要，您在医院多住几天吧。反正这医院是咱们陆家的，很方便的。等医生说您可以出院了，我们一定让您出院。我就不……爸，能不能别像个小孩子一样？悠悠和之野还在那看着呢，您咋没他们听话？之野，爷爷，你就留下来嘛，那我陪你还不行？悠悠，过来。爷爷，悠悠也来陪你了。爸，您这下就安心住着吧。你呀。就不是这些小手段让我服软。那你服不服吗？我住还不行吗？行了，你俩赶回去忙吧，让俩孩子陪着我就行了。爸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有事随时联系。走。哎，老公，宴会上亲子鉴定的事儿，你不是想问张院长吗？正好来了，
我们去找张院长吧。行，走。哎，张院长在不在？我打个电话问问。陆总、陆夫人，你们找张院长吗？啊，是的。院长开会去了，需要现在喊他过来吗？啊，没事，让他忙吧，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。嗯，好，那你们稍等一下，院长很快就过来。过去休息会儿吧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爸，我这不听说你又住院了吗？和妈一块儿啊，过来看看你。是啊，老爷子，这陆萧也是一片孝心嘛。爸，你说大哥也真是的，怎么又把您送到医院啊？哎，爸，我可听说呀，这医院可不能总住，有时候没病都能住出来病。你说什么呢？攀着我生命是不是？这爸，您这不是冤枉我吗？又不是我把您送到医院的。要不是你在宴会上坚持说悠悠不是我的亲孙女，我能情绪激动吗？他们能把我送进来吗？哎呀，老爷子，你也是知道的嘛。陆萧啊，他本身就不太会说话，不像那陆中会哄您开心，但是他都是真心为你好啊。悠悠，快去帮你爷爷接杯水来。哎，你指挥我孙女干什么？接水，陆萧不会去啊。这是怎么了，悠悠？你爷爷对你这么好，你连去帮你爷爷倒杯水都不愿意呀？你少来，悠悠。不愿意，我去接水。他们一定是要做坏事，我得看看。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早就准备好了。哥哥、爷爷，一会儿你按我说的做。悠悠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接杯水还这么麻烦，走吧。爷爷，我要上厕所。行，去吧。行了，我去接吧，别到时候把你烫着了。老头子呀，又找事儿。给，我接的水，你总得端进去吧？果然和路上看的一样，水里加了东西，会让爷爷出事儿。不过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怎么，端个水你都不愿意吗？嘿嘿，真乖啊！到时候啊，你得亲自把那水给你爷爷啊。回来啦。这只野可真乖哈，跟陆征啊是越来越像了。嘿呀，哈哈，爸，这水啊，丫头亲自给您倒，一路上端着，碰都没让我碰一下，真孝顺。嘿，您呐，真没白疼他。是吗？是啊。哎呀，这悠悠啊，本来也是个听话的好孩子，只是前些年弄丢了，好在现在找回来了。估计这段时间呀，也被陆征教育得很好。爸，那你还等什么呢？赶紧喝了吧，这孩子端着多累啊！是啊，快喝吧。这不就是一杯水吗？你们就这么着急让我喝下去？这不仅是一杯水，更是孩子的一片孝心呐！是啊是啊，孩子好不容易帮你接杯水，就快喝了吧。
爷爷，放心，爷爷知道。还是我孙女孝顺呐。这水也喝过了，你们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倒也没什么事儿了。没事还不赶快走？想陪我一块住医院呢？爸，您看您这话说的，没事儿，我们还不能陪陪你？不用你陪，有我孙子孙女在这陪着就好了。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去。爸，我算是看出来了啊，您呢是真喜欢这2个孩子，尤其是咱们悠悠。哎，有了孙女啊，什么都不要了。不过爸，我可劝你一句啊，您呢也别对她太好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觉得悠悠不是我的亲孙女吗？你，爷爷，爷爷你怎么了？爷爷快醒醒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哎呀，老爷子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你这个臭丫头，一定是往水里放什么东西了。不是我没有。不许冤枉悠悠。那你爷爷怎么会变成这样？行了，别吵了，哼，我去叫医生。爷爷，陆总、陆夫人，让你们久等了。我刚结束会议，听说你们找我，我就赶紧回来了。是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张院长，您之前说悠悠的亲子鉴定报告是你亲自盯着做的。啊，没错，从头到尾每一项都是我亲自盯着，而且结果出来我也确认过。陆总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张院长，不瞒你说，在您进宴会厅之前，那份报告被我们调换过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时候？这不可能！张院长，这个不重要。张院长，既然你看到真的鉴定报告结果了，应该知道悠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那为什么会在宴会上？等一下，陆总，您等一下，让我捋清楚。您刚才说悠悠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但明明她……院长，陆总，快去看一下吧，陆老爷子突然晕倒了。爷爷，爷爷，爸怎么了？你还好意思问？问问你的宝贝女儿吧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悠悠，别担心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爸爸和妈妈都在你身边。爸现在这样，都是你的宝贝女儿干的。你在乱说什么呢？悠悠，怎么了？悠悠刚才给老爷子倒了杯水，老爷子突然就变成这样了。你应该问问他到底干了什么吧。我警告你了，你别给我胡说。我乱说，要不然你自己问问他，是不是他端的水？悠悠，别怕，你实话实说就好，爸爸和妈妈永远相信你。水是我倒的，但是我没有加任何东西。还胡说八道！这水啊，明明是你倒的，往里面放了东西，现在还不承认吗？亏老爷子还对你这么好。真的不是我。还想狡辩？行了，闭嘴！悠悠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，何况爸身体本来就不好，怎么可能是喝一杯水的问题？就是，事情还没查清楚，你们凭什么认定这事儿跟悠悠有关？哦，到现在你们一家子合起伙来袒护他是吧？嘿，张院长不是在这儿吗？问问张院长，爸到底是怎么晕倒的？这老爷子正醒着呢，一点事儿没有，也不知道装昏迷搞什么把戏，我这该怎么说呀？
这是不是因为喝了这个水引起的昏迷？还需要进一步检查。好啊，那就查，好好查一查，化验一下，看看这水里到底加了什么。哎，张院长，我爸身体怎么样了？老爷子目前身体情况的话，没什么问题。那就赶紧查查这水里到底有什么东西，让老爷子一直这样昏迷不醒。那陆总拿去化验吧，我不信只是喝了口水，神会变成这样子。悠悠，别担心，没事的。我不担心。你们说的倒是轻巧，躺在那儿的又不是你们，我看你们巴不得老爷子出点什么事儿吧？陆潇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胡说？没记错的话，老爷子给他准备的财产已经准备好了吧？哼，他往水里加了什么东西？老爷子要是出了意外，你给我闭嘴！还不让我说了？我说错了吗？事实就是如此。老爷子出了任何意外，这丫头马上就能得到大部分财产。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盯着那些财产不放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你爸在这躺着，你还想动手？你还有没有点大哥的样子？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明明是陆湘，他自己说话难听，活该被打。更何况我老公也没动手啊！你们还有理了是吧？先是往水里下药，现在呢又想动手，无法无天。你们以为陆家是你们的呀？事情还没有结果呢，你怎么知道是下毒？行了，跟我在这儿狡辩没有用。张院长马上就回来，化验结果一出来，我看你们还说什么？陆潇，我真是生了个好儿子，费尽心机嫁祸悠悠给我下毒，我倒要看看你想干什么。化验结果出来了，那杯水确实有毒，杯子里检测出含有化氧氨酸的毒素。我就说是他下的毒吧，你们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怎么会这样？这种毒素对于正常健康人没有什么影响，但对于经常服用心脏类药物的病人来说，如果接触过量，可能会致亡。张院长，我爸需不需要做什么治疗？还好，老爷子喝的比较少，只是昏迷，不需要什么治疗。真是可惜啊！老头子要是多喝点的话，说不定就直接给他送走了。好了，事实已经很清楚，就是这个丫头给老爷子下了毒。我没有，不是我。水是你倒的，也是你亲自端过来的，你还说不是你啊？凭什么说是悠悠？小叔也去接水了，为什么不说是小叔？胡说八道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去了，还想往我身上赖？我为什么要害老爷子呀？为什么理由害他？芝也不会撒谎，悠悠也不会撒谎。悠悠，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你问他一个小孩子，小孩子家最会胡说八道了，黑的都能给你说成白的，他能说清个什么呀？我女儿又不是傻子，这点事情还说不清楚。还有，你们这么着急干什么？害怕悠悠说出点什么来？笑话，我有什么好怕？是谁做的，谁心里清楚。悠悠，你要说实话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是我跟他一起去倒的水，他说怕我被烫到，所以就是他去接的水，然后就给了我，让我端给爷爷。所以这杯水除了悠悠碰过，你也碰过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呀？证据呢？他哪只眼睛看见我去了？明明就是他自己接的水，还想赖在我身上吗？胡说！我胡说？臭丫头，明明是你接的水，还下了毒，怎么现在不敢承认吗？张院长，接水的地方有没有摄像头？没有。哼，现在事实很清楚了，就是这丫头干的。嘿，这么小的小孩
居然会懂下毒。要是说没人指使，我第一个不信。没错，你说这么小的孩子，他能懂什么呀？我看呐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故意指使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大哥，你就别装傻了吧。这丫头是你找回来的，她听谁的话还用问吗？你的意思是我指使悠悠给爸下毒？不然呢？老爷子已经公布了，要把财产留给这2个小的。哼，材料都已经签好了，老爷子一出事儿，财产分配立刻生效。你巴不得老爷子早点死，好控制陆家的财产。没错，陆征，没想到你利用孩子的招数都能使得出来，还敢下毒害老爷子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老公才不会做这种事。就是，你们冤枉悠悠，还冤枉我爸。陆总，这是你们陆家的家事，我也不方便参与。我还有事，不然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！哎，等等！张院长，你得留下，这事儿啊得有个证人，万一老爷子醒过来，我怕有人呐要颠倒黑白。谁颠倒黑白，谁心里最清楚。原来这就是他们的目的。如果我醒过来，知道是陆征和悠悠给我下毒，到时候一定会收回财产。我就一怒之下，还要把他们赶出陆家，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！现在人证物证确定，就只等着老爷子醒来，把事情告诉你，让老爷子亲自决定该怎么做。这算什么人证物证？你是说水是悠悠端的，这毒是我老公指使悠悠下的，这一切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。那我还说，这毒啊是陆萧下的，是你们栽赃陷害。你胡说什么？没有亲眼看到就别在这儿乱说。我看这臭丫头撒谎的技术就是跟你学的吧？不许你这么说，阿姨。阿姨？怎么现在不叫妈了？悠悠还没回家多久，只是不习惯喊妈妈。是不习惯吗？我看呐，她根本就不是你亲生的，连那份亲子鉴定报告也是伪造的，用来欺骗老爷子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大哥，你不仅利用这个野丫头骗老爷子财产，还给老爷子下毒。不是，那份亲子鉴定他……我爸才没有指使悠悠下毒，是你，我都看见了。我胡说八道，臭小子胡说什么呢？我才没有胡说呢，就是你，你在水里加了东西，我亲眼看见了。之言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哦，你们一家子呀，合起伙来撒谎是吧？为了把这事儿赖到我身上，真是脸都不要了。你说你看到了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又没有证据，就凭你一句话，别人都要相信你吗？我有证据，证据就在……证据在哪儿呢？你不会想说证据在老爷子那儿吧？哼，真是笑话。别仗着老爷子平时疼你们，就在这胡作非为，这可是下毒。等老爷子醒了，我就告诉你，我说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我确实一个都不会让你们跑。爸，爸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爷爷，放心吧，我没事。爸，你可别被他们给骗了，他们是假装好心的。刚刚你晕倒，就是大哥让羞羞这个丫头给你下的毒。没错，老爷子，张院长可以作证，就是悠悠往你水里下的毒。这杯水确实检测出来了化氧氨酸毒素，对于经常服用心脏类药物的病人来说会有危险。看见了吧，爸，亏你还对他们那么好，他们呀巴不得你早点死，好继承你的全部财产。是吗？爸，我不会这么做，悠悠也不会这么做。什么不会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老爷，你可不能再偏心他们了。这次下毒，那下次
指不定能做出什么事情来呢。就是啊，爸，万一哪天你被他们害出个3长2短，可就完了。爸，这次绝对不能放过他们。是啊，连给我下毒的事儿都敢干，确实不能放过。所以，陆骁，你是打算让我收回你全部的股份和财产呢，还是彻底滚出陆家呢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是啊，老爷子，明明是他们。行了，你闭嘴吧。陆骁，好的你学不会，诡计多端、倒打一耙你学得挺快呀。好好看看自己都干了什么。这怎么会？我就说我有证据，证据我都录下来了，就是小叔下的毒。爸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云舒，你先带孩子们出去，有些话不适合他们听。好。老爷子，陆总，这儿没我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对了，有件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之前老爷子突然病危，被送进抢救室。之前我们没来得及做检查，后来检查发现，老爷子的供氧设备被人动了手。我们已经查了所有负责的医生和护士，确认不是我们内部人员。至于是不是其他人，张院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怀疑我吗？老爷子，我还有事，告辞了。爸，你也怀疑我？我不会干那样的事情啊！爸，你不能相信一个外人，不相信自己的儿子呀！你给我闭嘴！爸，连给老子下毒的事你都能干得出来，还有什么你不敢干的？您先别激动，对心脏不好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个破玩意儿？整天为了那点财产算计来算计去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现在连老子都敢杀，你还是人吗你？你还是人吗你？不是这样的。什么不是？敢做不敢认。他是个什么混蛋玩意儿，我不清楚吗？以前没进去蹲几年，那是我陆家护着他，离了陆家他什么都不是。现在连老子都敢杀，你长能耐了呀？老爷子，陆骁他……少废话！今天就让他给我滚出陆家，跟陆家没有任何关系。老爷子，不行，你不能这么做。陆骁他是你的亲儿子，你不能这么对他。我这么对他，已经是最大的宽容了。不可以，你不可以这么做。陆骁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是我做的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是我拔了你的氧气罐，是我指使陆骁往你水里面下的东西，他不知道那是毒药，是我告诉他那是对你身体好的维生素。你说什么？妈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因为你从来都只偏心陆征，你不仅要把陆氏集团交给他，你还要把财产给他，现在你连他的孩子都要偏心，我看不惯。这个是我伪造的遗书，我就是想着等你死后，把你所有的财产都归我的儿子陆骁。你想的挺全面的，这种事你也干得出来？为了我的儿子陆骁，我什么都干得出来。谁叫你从来都只偏心陆征，对我的儿子陆骁一点都不公平。公平？你有资格跟我说公平？陆征，谁让你这么跟我妈说话的？她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我妈当年病重的时候，你给我爸下药，
爬上床怀上陆萧的时候，对我妈公平吗？我妈去世不到1年，你带着陆萧堵在陆家门口，还有那些记者，逼着我爸娶你，对我公平吗？你堂而皇之的住进我家，对我公平吗？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因为这些事情恨我，但是你不能恨陆萧，他是你的亲兄弟，你不能抢走原本属于他的东西。够了，陆正从来没有抢陆萧任何东西，陆氏集团是凭他自己能力得到的，其他的也是我愿意给他的。你说我偏心，没错，我就是偏心了。当年我就不该心软，让你们俩进我陆家的门。陆正，去找律师帮我起草离婚协议，让他们俩赶快给我滚出陆家。爸，你不能这样做，妈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不能说让他走你就……你也快走！从今往后，你跟陆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跟陆家没有任何关系。不行，陆萧他不能离开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，是我的错，你不能赶陆萧走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以为什么事你都替他顶了，他就干净了吗？你以为我蠢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事都是他干的吗？爸，别叫我爸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记住，没送你进去蹲几年，那是我对你们最大的宽容。从今天开始，给我滚出陆家！我滚！没听见爸说的话吗？还不走？要我请人来动手吗？好，走，妈，我们走。养了20多年，养了个白眼狼，到头来还反咬我一口。爸，您就别担心了，我会盯着他们的。以后他们再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。唉，这回多亏了悠悠，要不是他提前告诉我让我不要喝水装晕，我怕是真要出事了。悠悠？是啊，说来也奇怪，他怎么会提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，并且还让知野去把陆萧下毒的画面给录下来？可能是悠悠在哪里听到了他们的计划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之前我车子爆炸的时候，也是悠悠提醒了我，把我和知野还有云舒从车上拉了下来，才避免了那场爆炸。车子爆炸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你怎么没有告诉我？那不看那时候您卧病在床，醒来的时候又着急去办那个什么认亲宴，这才没时间跟您说。不过也没事，得亏悠悠在，我们都没事。真是的，这么大的事你也不告诉我。查了没有？谁干的？我查过了，没查出来是谁，说是一场意外事故。意外事故？我根本不相信车会自己爆炸。你是不是有怀疑的对象了？谁？陆萧？我怀疑过他，但我没有证据。那个混账东西，连我都敢动手，还差你吗？早知道刚才就不应该那么轻易的放过他。你的人不行，我来查。喂，我陆卫东，马上给我查一下陆征车突然爆炸的事。对，重点查陆萧。我看陆萧他们都走了，爸这是最快的时间出结果，我等着。哦，哎呦，我的2个小宝贝，快到爷爷这儿来。爷爷，哎，爷爷，哎，还是我的孙子孙女好。爷爷，哎，爷爷，哎，还是我的孙子孙女好，不像某些人。事情都解决了吗？我看陆萧他们走的时候脸色不太好。爸要办离婚手续，把他们赶出陆家，以后跟陆家毫无关系。爸做事啊，还是这么雷厉风行。我说吧，别说，对对对，爸怀疑之前那场爆炸是陆萧干的。之前我也怀疑，但是我没有证据。既然爸要查清楚，
就让爸去查吧。爸，啊，我刚喊了童姐，让她做些吃的东西送过来。等会儿您吃完了，让她先把2个孩子带回去。我跟陆征啊，在这里陪你，以免又发生什么意外。妈妈，我想在这儿陪着爷爷，反正坏人也不会再来了。我也想在这里陪爷爷。哎，嘿嘿嘿嘿，还是我的2个宝贝乖。不过没事儿，你们都不用陪我，我一个人在这挺好的。要不然你们就给我办理出院手续，让我马上出院。不行，爸，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呢，张院长还没放话，您在这多住几天，等身体恢复了再出院。哎呀，就他事儿多，你们去把他喊来，我亲自跟他说。行了吧，您就别为难张院长了。奇怪了，为什么陆总觉得那个叫悠悠的女孩不是他亲生的呢？喂，之前陆总做亲子报告的备份记录在哪？找出来发给我。夫人，您让我做的都做好了，都是些清淡的菜，还熬了点粥。爸，正好你也饿了，先吃饭吧。啊，好啊，你们也一块儿吃点吧。爸，这是专门给您准备的营养餐，我们凑合什么？我和云舒啊，等会儿带着2个孩子出去吃点就行了。哎呀，出去吃什么呀？不健康。要去你俩去，让2个孩子跟我一块吃。没事没事，反正我做的多。童姐，去把饭菜打开。好。怎么样？啊，查出来了。我就知道是陆潇这个兔崽子。爸，您别生气了，既然查清楚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。坚决不能手软。他就是欠教训，他们娘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竟然背着我干这种事儿。他们说的不会是当年扔孩子的事吧？老爷子已经查出来了。他们伤害我，我可以放他们一马，但是他们伤害到你们，我绝不原谅。陆征，你去查清楚，凡是跟这件事有关的人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好，我马上。童姐，怎么了？童姐，你干什么呀？做个事毛手毛脚的，来陆家这么多年了，这点事都干不好吗？陆老爷子，那件事都是老夫人逼我做的，真的和我无关啊！童姐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他们逼你干了什么事？难道他们说的不是扔孩子的事吗？糟了！你赶快说呀！要是等我查出来，你知道什么后果？是当年陆先生和夫人的女儿走丢的那件事。其实那孩子不是丢了，是老夫人他们让我把孩子给扔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把我孩子给扔了？云舒，云舒，云舒！童姐，为什么？他是我的孩子，他当年刚生下来还那么小，你为什么要扔了他？童姐，你在我们陆家待了这么多年，我们也没亏待过你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是我一时糊涂，我儿子当时赌博欠了一屁股债，债主他找上家门，我真的需要钱，之后老夫人她。行了，站起来！你给我说清楚，当年那娘俩为什么要让你把我孙女扔了？因为那孩子一出生，您就喜欢得不得了，还放话要把所有财产都给他，甚至还请了律师，拟定了股份协议。
赠送陆氏股份给他，比陆儿少还多，所以老夫人就……财产，又是财产。为了我那点东西，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童姐，你告诉我，你把孩子扔哪儿了？告诉我！袁叔，你冷静点，袁叔。你告诉我，孩子扔哪儿了？云舒啊，我知道你生气，但是好在悠悠现在找回来了，现在再说这个事儿也没什么意义，交给警方吧。不是的，爸，悠悠他怎么了？悠悠怎么了？悠悠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们这是……陆正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爸，这事您别管了，我来处理。什么叫我别管了？我孙女的事儿我能不管吗？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跟我说。我不知道，我当年只是听吩咐，把小小姐扔到山里。那时候大冬天还下着雪。下雪？那我孙女还能活吗？你竟敢！爸，您别激动，身体要紧。敢动我孙女，我打死他！爸，你先冷静一下。童姐，你以后不用在陆家干了。还有，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去自首，把事情都交代清楚，否则我现在报警或者派人给你送去。你应该知道两种量刑结果是不一样的。我自首，我现在就去。陆先生，我求求你，千万别报警！滚开！别再让我看见你了。是。还好，我孙女还活着，没有被那几个混蛋害死，还被找回来了。悠悠，快来爷爷这儿。悠悠，你怎么了？陆征，把话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爸，这……陆征，你告诉我，悠悠是我的孙女。云舒，悠悠是我的孙女，对吧？爸，你还是别问了。你们骗我！爸，听我解释。你滚开！我一直以为只有陆潇是个混蛋，没想到你也是。你告诉我，宴会上那个亲子鉴定到底怎么回事？爸，不是这样的。那个，我让张院长画了张鉴定报告，自己做了一份。悠悠是我女儿的亲子鉴定报告。陆正，你真是个好样的呀，陆正！你为什么这么做？难道跟陆潇说的一样，你们也是为了我那点财产吗？爸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从来没有惦记过你的财产，这件事情我根本就不会做的。爸，我们不是故意骗您的，当时您刚清醒，说要见孙女，我们又怕受不了刺激，所以才找悠悠顶替他。那你们也不能做这种事儿啊！爸，对不起，这都是我的主意，跟云舒和悠悠没关系。爷爷，不是叔叔阿姨的错，别怪他们，不是他们的错。爷爷，爸爸妈妈会把妹妹找回来的，你别生气。悠悠也是妹妹，你不要生气。
悠悠，悠悠怎么就不是我的孙女儿？爷爷，对不起。不怪你啊，孩子，怎么能怪你呢？悠悠是谁家的孩子？爸，悠悠是个孤儿，她被一个老中医给收养了。本来我去村里找老中医，想要给枝野治疗烧伤，没想到老中医去世了，所以我就把悠悠带回来了。唉，也是个可怜的孩子，就是不知道他的父母在哪儿。爸，我们准备收养悠悠，以后就是我女儿，是您孙女。哎，好啊，养着吧。这孩子也算跟咱们陆家有缘，就是不知道我的亲孙女儿现在在哪儿啊？这是怎么了？没打扰吧？啊，没有。张院长有什么事吗？啊，陆总，之前那个亲子鉴定啊，我重新调出来，重新打印了一份。不知道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这悠悠确实是您的亲生女儿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悠悠确实是您的亲生女儿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确定？当然，看，报告在这呢。我眼睛没花吧？这上面写的是确认亲生吧？是啊，是真的。老公，悠悠是我的女儿，我没在做梦吧？这不会是假的吧？哥哥，我怎么变成叔叔阿姨的亲生女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之前陆二少拿着陆总和悠悠的头发过来做亲子鉴定，我确定鉴定过程和结果都没问题。你说陆潇？对，他亲自拿着东西过来的，还再三叮嘱说一定要快点，好像他知道悠悠不是您亲生女儿一样。他当时应该巴不得悠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好揭穿我，找我麻烦。按理说，他应该不会在上面动什么手脚。既然经过了他的手，最好还是再确认一下吧。好。老公，为什么还要确认？悠悠一定是我亲生女儿，不会错的吧？别急，确认一下总是好的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。哥哥，结果什么时候出来啊？很快的，别急，爷爷让他们加急，马上就出结果。可如果结果出来了，我不是叔叔阿姨亲生的，这该怎么办呢？没事的，不管你是不是亲生的，反正你就是我妹妹。我只是怕，如果我真的不是，叔叔阿姨还有爷爷，他们都会很失望。爸，您坐这儿休息会儿吧，这样走来走去也没用啊。我这不是着急吗？悠悠万一不是……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万一。没有万一，悠悠就是我的女儿。老公，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悠悠有跟你和枝野一样的花粉过敏？我记得。哦，还有这事儿？那肯定了，咱们陆家都有遗传性的花粉过敏，肯定了，悠悠就是我的孙女儿。爸，你答应我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不要太激动，好不好？哎，行，不激动，不激动。结果出来了，快给我！别紧张，爸爸妈妈，结果到底是什么？叔叔，阿姨，阿姨，你别哭呀，不是亲生的也没关系的。悠悠，不是阿姨，是妈妈，你是我的亲生女儿。
叫妈妈。这是真的吗？悠悠是我亲妹妹。爸爸、爷爷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傻孩子，我们能骗你吗？爷爷，快给我，我也要看。悠悠，你看，上面写你是亲生的，报告不会错的。阿姨真的是妈妈，是妈妈。悠悠，还不叫爸爸呢？爸爸。悠悠，爸爸没有早点找到你。爸爸妈妈、哥哥还有爷爷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们真是一家人。我早就说过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你没有做梦，孩子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恭喜陆老爷子啊！这句话虽然在宴会上说过，但是还要再说一次，恭喜！谢谢你啊，张院长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啊。陆老爷子，客气了，这都是应该的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先回去了。好。这么说起来，爸爸之前在宴会前调换假的鉴定报告，跟真的结果一模一样，好像根本没必要。这，是真的没有必要。怪我，谁也不知道，悠悠真的是我的女儿。可不怪你嘛，整天瞎折腾。要是不换报告，也没有这么多事儿啊。来，悠悠，到爷爷这儿来。来，叫爷爷。爷爷。哎，好孙女儿。悠悠，悠悠，你怎么了？悠悠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悠悠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怎么脸色这么苍白？啊，悠悠，悠悠，快叫医生！好，我去叫。爸爸妈妈，我看到了，有血，还有刀，爷爷死掉了。悠悠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吓妈妈。如果我说了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我是灾星？悠悠，你别怕，有什么事跟爸爸妈妈说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对啊，悠悠。什么有刀有血的？爷爷是为什么死的？你们相信我吗？我觉得我是灾星吗？什么灾星啊？我的孙女怎么可能是灾星呢？可是以前我这样说的话，他们都会觉得我是灾星。悠悠，不管别人怎么想，但是作为家人，我们不会觉得你是灾星，更不会觉得你是在下诅咒。悠悠，家人呢，就是互相支持，互相信任，我们都信任你。对，悠悠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告诉我们，别怕，我们都在。我看到了，有人刺伤了爷爷，就在那里。你看到了？怎么看到的？你们相信我，我可以看到未来发生的危险。悠悠，你确定看到了未来发生的事情，不是做梦？你们应该不会相信吧？不是的，悠悠，只是这件事太过于匪夷所思，所以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。是啊，悠悠，我们没有不信任你。悠悠，刚才你说有人刺伤了爷爷，是谁干的？就是刚走的那个人。陆骁。爸，你把他赶出陆家，他肯定怀恨在心，会狗急跳墙的做些什么缺德的事情出来。爷爷，你真的会被刺伤的，快点离开这儿，这不能留。我相信悠悠，之前在手术室，悠悠也是提前预料到有人要破坏人工心脏，才带我去的实验室。到了实验室以后，我们发现真的有人要破坏人工心脏。智妍，
这事我怎么不知道？之前在手术室特别紧急，我没来得及说。现在爷爷好了，我也没多想。总之，我相信悠悠。看来毁坏人工心脏的人也是陆小安排的，这个混账东西！我也相信悠悠。老公，你还记不记得之前车爆炸的事？悠悠，你是不是提前看到了危险，所以才让我们下车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果然，我就知道，之前你们村里的人，你也是看到他们有危险，所以才提前通知他们，对不对？是，但他们都觉得我是灾星，他们因为我才遭难的。悠悠，你才不是灾星，悠悠有着特殊能力，并不能代表你就是灾星。悠悠，你要记住，家人的意义就是理解和包容你的一切。是啊，我的孙女这么厉害，他们谁能比得了？这我说起来，之前陆骁在我水里下毒，悠悠也是提前知道了陆骁要给我下毒，所以才避免了我中毒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悠悠带我去录下视频。悠悠，你好厉害啊！看来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悠悠已经帮助了我们很多次了。你们真的相信我了？当然，这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还相信你。没错，说得对。悠悠，我们永远是你的家人，以后遇到什么事可以找我们，我们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。原来这就是家人，我也有家人了。爸，既然悠悠预测到陆骁回来报复你，我们提前预防。陆骁这个混蛋，我本来想着他回去要是老老实实的，我就放他一马，看起来还是不能手软呐。老东西，都是因为你！你不仅把我赶出陆家，还没收了我的股份和资产，害得我现在什么都没了。早就不该让你活着了。怎么会？人呢？人呢？你是在找我吗？动手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老东西，这个时间点不是应该吃了药，按照药效治在昏睡吗？怎么会？真家伙，你可真狠啊！这一刀下去，不死也得要我半条命吧？还想要半条命？我告诉你，那一刀我冲着你心脏扎的。刚刚要是在床上，这会儿早凉透了。你闭嘴！我看你是疯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这是养了个什么东西啊？我呸！还你养我？从始至终，你眼里有我吗？在你眼里，在你心里，只有你的儿子陆征，从来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。你还有脸说这种话？你想要创业的时候，爸给你足够的资金，结果被你败光。你想要去陆氏集团，爸给你安排合适的职位，你嫌职位太低，到头来你还怪爸什么都没给你。闭嘴！你什么都得到了，还要埋怨我吗？陆征能得到一切，是他自己争取的。他在辛苦攻读学位的时候，你在泡吧玩女人；他在兢兢业业工作的时候，你在花天酒地。你有什么资格怨别人？我没资格。哼，对，在你眼里，我做什么都不对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，因为从始至终，我一直一无是处。你永远就没看得起我。看得起你，能看得起你的只有你自己。是你，什么事都会跟陆征比，跟陆征抢，比不过了你还怨陆征怨我，从来没有在自己身上找过原因。我的原因？
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是你原配老婆生的。你，妈，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行了，你真是无可救药，你只会把错怪在别人身上。对，对，我无可救药。我不像你，你牛，你厉害，你什么都得到了，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，指责我。爸，多说无益，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，交给我来处理吧。喂，干什么？陆生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犯了这么多错，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。警方那边已经掌握了你所有的犯罪证据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不行，爸，我不能坐牢。爸，不要让我坐牢啊！爸，我本来还打算看在父子一场的份上放过你，没想到你不仅对我动手，还对陆正他们一家动手。你以后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。陆正，又是陆正，哼，又是因为陆正，等到现在了，你还在偏心他，你永远都在偏心他。爸，别生气了，我会处理好的。我没什么可伤心的，我早就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，失望够了，也就不会伤心。对了，陆正，你把这事儿处理好，以后别让他再伤害云舒和2个孩子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他们的。要不是因为他跟他妈，悠悠不会丢这么久。这些年咱们欠悠悠的太多了，咱们一定得给他补回来啊。放心吧，爸，一定会的。悠悠以后不会再吃任何苦了。云舒和之野把他看得宝贝似的，恨不得24小时都陪着他呢。好，爸，我给您换间病房吧，您先去休息会儿。换什么病房休息什么呀？你现在给我办个出院手续，我也想去陪我孙女。爸，您去凑什么热闹？张院长没发话呢，您不能出院。张院长？哼，毛病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哎，爸，我的俩宝贝儿，来接爷爷出院啊！爸，陆正去找张院长了，等张院长同意，你就可以出院了。他敢不同意？要不同意，我坐在办公室让他没法工作。爸，您这不是为难张院长吗？我为难他怎么了？天天把我关在这儿，什么观察，我又不是动物，有什么好观察的？爷爷，我等你出院以后，我们带悠悠一起去游乐园，悠悠还没去过呢。好，咱们一定得去。哎，悠悠啊，你是想去玩飞车呀，还是想玩跳楼机呀？爷都陪着你。爸，您要是出去玩的话，那就不让你出院了。姐姐，你怎么这么啰嗦？比张院长还啰嗦呢？啊！我陪我孙子孙女玩怎么了？想当年我年轻那会儿，我蹦极跳伞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呢。您也说了是年轻的时候，跟现在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您看看现在是什么身体状况，自己心里不知道。我不跟你废话。张院长有没有同意我出院啊？他要不同意，我再去找他。同意是同意的，不过有很多注意事项。真的？他同意了？赶快让我出院，这地方我一天都待不下去。那我去收拾行李。来，我去帮你。我也要帮忙。都不用去了，咱们现在就带悠悠去游乐园，好不好？好。爸，您换身衣服再去吧。换什么换？我路上换。悠悠，咱出发吧。好，出发。走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